Hello， 艾瑞小伙伴，今年 Find 系列，如果你把1+11再加入这个阵营啊，其实你可以看到啊，绿厂其实把旗舰机覆盖到了3999到599这个区间，而且啊，像相机性能、配置等等啊，也带来了一个从低到高的体现。这也是目前绿厂在旗舰机的一个价格布局。那像今天呢，我体验的这台 OPPO Find X6啊，就是中间这么一个配置，有国产 1.5K 分辨率的屏幕，强势长焦镜头，有 IP64 防尘抗水等等啊。而且今年 OPPO Find 没有像之前2代那么受喷，最主要的原因啊，就是因为芯片不烫手了。这期视频呢，就和你们聊聊别人没怎么聊的 OPPO Find X6 标准版。指出重点，相机体验。一开始不说外观，是因为啊，这个外观也没有什么可说的，大家都熟悉。反而这个标准的相机啊，很多人关注，因为同价位中啊，难得有这么全面的相机配置。哦，对啊，努比亚 Z50 Ultra 也是同价位啊。那相机的这个设计呢，反正看完了小米10S Ultra，荣耀 Magic 5啊，反正一下子啊，教育了我的审美。这一次 X6 标准并没有使用1英寸的大底，但是依然采用了这种很突出的相机模组设计。从纸面参数上看啊，它的长焦和 Pro 是一样的，索尼 IMX890，主摄呢和1+11是一样的，也是索尼 IMX890。那它的广角采用了三星GN1一颗5000像素镜头，同时呢只有主摄支持 OS 光学防抖啊。从标准版这套配置来看呢，算是一个比上也凑合，比下有余的一套相机配置。而且啊，在影像算法上面也搭载了打磨1年多的马里亚纳 X 这颗 NPU 啊，同时还有哈苏影像。在分享相机之前呢，先回答一下哈苏色彩到底是啥？其实就是该是什么色就是什么色啊。哈苏色彩就是极度的还原当下拍摄的时候的色彩啊，不会像隔壁徕卡有浓郁的德味儿。这次我拿着 OPPO Find X6 和目前拍照不错的 iPhone 14 Pro Max、三星 S23 Ultra、华为 P60 Art、荣耀 Magic 5 Pro、vivo X9 Pro 带来样张的对比。首先来看一倍的样张表现啊，这是一个多彩的阶梯，可以看到啊，色彩最艳丽的是荣耀的照片，三星和 vivo 的样张宽容度最好，苹果和华为2张最接近真实。OPPO 的照片看着色彩艳丽，但是感觉整体有点偏黄。第二张样张中啊，有点逆光，vivo 在这个地方呢，并没有很好的抑制逆光，荣耀依然颜色饱和度最高。OPPO 宽容度不错，并且暗部噪点也控制得不错。第三组样张啊，你们更喜欢哪张啊？三星和苹果拍的天空啊，蓝的更通透。由于 vivo 的底最大，所以除了主体啊，其他部分都被虚化了。背景部分放大来看呢，华为和三星的解析力最好 ，OPPO 有点看不清了。但整体来看呢 ，OPPO 的表现还不错。第四组呢，火车上面的红色 ，OPPO 与荣耀的感觉是饱和度比较高的那种啊，讨好眼球。苹果和华为属于稍微淡了一些。OPPO 在远处的门头的部分呢，带来了提亮，但是远处的细节部分呢，解析力不如华为和 vivo。夜间样张来看呢，第一组 OPPO、苹果的样张更加通透一些，包括提亮和亮度的抑制啊。第二组样张中呢，苹果和三星的中间的部分呢，有一些过曝的情况啊。提亮最明显的是 vivo 和 OPPO， 但最好的是 vivo 啊，其次是 OPPO。第三组啊，我对着极黑光源的地方拍摄一张啊 ，OPPO、三星、荣耀、苹果都在光源的地方出现了抑制不够的问题啊。华为和 vivo 最好，华为最真实 ，vivo 带来了暖色温啊，所以它更讨喜。在长焦对比中呢 ，OPPO、三星都是3倍光变，华为和荣耀呢是3.5倍。我们来拍摄一组远处的文字，最清晰的是华为，其次是荣耀和 OPPO， 三星在小字的地方直接就糊掉了。夜间同样倍数啊，三星提亮最明显也最好看。远处的灯箱呢 ，OPPO 高光并没有很好的抑制啊，出现了过曝的情况。华为和荣耀最为接近。接下来是10倍的测试啊，我们放大远处的文字，你们说谁最清楚啊？所以综合来看呢 ，OPPO 主摄不错，长焦经常不稳定的情况。后面 OTA 升级几个版本后呢，我也会进行复测。在视频方面呢，我也将 OPPO 与苹果和三星进行对比，你们来看。
OPPO Find X6前置采用了3200万像素镜头啊，自拍了几张照片，你们来看具体感受吧。现在很多人买手机就是为了自拍视频啊，所以下面是前置镜头录视频的测试。视频拍摄，你们来看一下啊，就是用它来进行这个视频拍摄的感觉，但是它只支持这个1080p 60帧，30帧，并不支持这个60帧的一个拍摄。这是重点，性能体验。OPPO Find X6标准版之前看到9200的时候啊，就很担心啊，绿厂调教的这个天玑平台行不行呢？那先跑了一下游戏啊，王者荣耀支持120帧，游戏整体啊不卡，但是没有那种丝滑感。一级游戏平均帧率为118.8帧，从帧率图上看啊，帧率并不是很稳定。和平精英支持了90帧啊，整体来看呢，会比王者荣耀稳一些，并且玩起来也流畅一些。一级游戏平均帧率为89.8帧，原神游戏开启最高画质，实测游戏体验较为卡顿并且帧率也不太稳定，并且出现突然掉帧的情况啊。一级游戏平均帧率为59帧啊，虽然帧率高，但是游戏体验不算是特别好。反正目前标准版的游戏体验来看呢，优化的不算很好啊。后期在几次 OTA 升级后呢，我也会进行复测。指出重点。配置体验 ，OPPO Find X6标准版正面给用户带来了一块国产 1.5K 分辨率的屏幕。如果开启自然呢，整个屏幕会根据环境光的色温来调整啊。不过有时候会突然冷暖交替一下，就很不舒服啊。如果你开启鲜明呢，就有点偏红，反正我又调回了自然啊。反正黄点比红点看着舒服。峰值亮度是 Pro 版的1/2啊，不过室外观看屏幕没啥问题啊。不过这也是能在屏幕上看到 HDR 成像以及 HDR 视频，这也是目前主流品牌手机的功能了。手机顶部呢也给了一个外放，也就是说啊 ，OPPO Find X6支持立体声外放，实测体验主扬声器会比顶部声音大。这样横向观看视频的时候呢，会有那种左右不平衡的感觉。顶部还支持了红外，这在特殊场景下还是挺方便的啊。这2年手机厂商在红外方面都开始积极起来了，是一件好事儿。OPPO Find X6支持 IP64级防尘抗水啊，所以啊它并不能在水里游泳啊，只不过意外水的泼溅是没有问题的。那还有一点啊，就是 OPPO Find X6是 USB 2.0。Pro 呢，则是 USB 3.0这在手机与电脑传输文件的时候呢，还是有明显差距的。在续航充电方面呢，内置了4800毫安时电池加80瓦有线快充啊，没有无线充电。指出重点，系统体验。OPPO 在系统方面一直都在求一个稳字，它并不像小米那样变来变去，也没有像 Orange OS 那样个性化，就像一个老老实实的孩子啊，就是求稳。不过屏幕刷新率方面呢，并不支持120赫兹自适应啊，比如在桌面显示的时候呢，无论滑动还是不滑动，都是120赫兹。微博也是120，B 站呢不打开全屏是90，打开切换到60，短视频切换到60，属于那种针对不同应用来支持不同刷新率啊。不过系统流畅体验还是挺顺滑的，支持熟悉的大文件夹。不过有个问题啊，像文件夹应用超过9个以上的，就需要打开这个大文件夹的时候呢，这个设计啊就有点不太舒服啊。我想点开，可总是打开对应的应用啊，最后才知道啊，原来需要点文件夹名称才可以。目前我体验的时间还比较短，我也会持续的进行体验，后面还会和你们进行分享，也欢迎把你们的感受啊打在评论区，我也会一一回复的。这就是我最近抓紧时间体验的 OPPO Find X6的指数重点啊。我个人觉得 Find X6在主打影像当中啊，带来了同价位中较为全面的焦段的相机配置，主摄表现还算不错。不过长焦方面呢，并不是太稳定啊，不知道会不会是联发科平台优化的不够。同时，游戏体验方面依然需要一个打磨的时间。屏幕表现一般啊，电池大小和快充还算不错。整体来看呢，日常够用，并且作为旗舰的标准版啊，也有较为出色的夜景表现。这就是 OPPO Find X6的指数重点。我是大龙，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欢迎你们的关注。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